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别把家里的空水瓶扔掉，用来种香菜，1斤能长出3斤，既方便又省钱。大家家里平时是不是都会有空水瓶？很多人家里有空水瓶时，常常直接就扔掉了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，看完可别再扔水瓶了。用它来种香菜，1斤能收获好几斤，方法简单又实用。大家先把家里的空水瓶收集起来，用剪子从瓶口往下第一个凹陷的圈口处把瓶子剪开，将其分成2半。剪瓶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别伤到手。我这里准备了3个塑料瓶，都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。由于瓶子表面比较滑，大家操作时要格外小心。不放心的话，可以戴一个手套，这样更安全。需要剪多少个瓶子，要根据你有多少香菜来定。瓶子剪好后，把开口处修剪得更圆润一些，这样后续操作时就不会弄伤自己，也多了一份安全保障。接下来把盖子取下来，豆扣在底座上，这样一个培育器材就制作完成了。先将它放在一边，接着准备一把香菜。香菜营养丰富，具有独特的香味，不仅能去腥增香，还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。然而很多人在使用香菜时，会把香菜根切掉，让其最终进了垃圾桶。其实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，香菜根是可以再生出香菜的。我们先用剪刀把香菜根剪出来，只剪老梗部分就行，嫩芽不用剪，因为嫩芽就算剪下来，清洗时也会被水冲走，造成浪费。而留下嫩芽，后期香菜生长速度会更快。剪下来的香菜根不用洗，让根部沾些泥土更好。我买回来的这把香菜特别新鲜，刚从土里挖出来，绿油油的，十分好看。大家购买香菜时，尽量选择根系发达的。在利用空水瓶种植香菜时，挑选根系发达的香菜苗至关重要。根系发达的香菜苗能更好地吸收水分和养分，从而加快生长速度，提高产量。建议大家早上到市场上去购买，此时的香菜最新鲜。把买回来的香菜处理一下，将香菜叶掰下来，这些叶子可以用来涮火锅、拌凉拌菜，随你喜欢怎么吃都行。而香菜根则留着，用来种植新的香菜。取出刚刚剪开的空水瓶，把香菜稍加整理，使其整齐有序，这样后续操作会更便捷。先拿起瓶子的头部，从割开的内头往瓶口方向倒插香菜，直至香菜根部完全露出，再将其放入另一半瓶身中。如果想一次多种植一些香菜，可以选用大一点的瓶子，这样就不用剪裁多个小水瓶，能节省不少时间。按照这样的方式依次处理好所有香菜。接下来加入清水，水量不用过多，没过香菜根部即可。这个时候，整个装置看上去就像一个小盆栽，十分美观。装完水后，将它放在家中阴凉通风的地方。1天之后，再将其移至阳台等温暖且有阳光的地方晾晒。采用这种方式种植香菜，无需泥土，非常方便。香菜是常用的调味品，能为食物增添独特的风味和口感。传统的土壤种植香菜，生长周期较长，且通常只能采摘一次，而通过水培的方法，不仅能快速种植香菜，
还能实现多次采收。大约12天左右，你会发现香菜长高了。此时需要将容器移至室外，让香菜吸收更多阳光和自然养分。在接下来的8天里，只要保证水温和养分充足，香菜就能茁壮成长。大约25天之后，就可以开始采摘香菜了。挑选较大、颜色深绿且健壮的叶子进行采摘，不要一次性把香菜全部采完，要给它们留些生长时间。过几天后，就能看到新的嫩芽长出来，可继续采摘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在采收后的几天里，往香菜里边添加一些营养液，助力它更好的再次生长。要是不清楚该加什么，不妨往里面加一点鸡蛋壳。鸡蛋壳可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东西，由于大家经常吃鸡蛋、鸭蛋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有蛋壳。蛋壳对蔬菜生长特别有好处。第一，能够提供钙元素。鸡蛋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，能为香菜生长提供一定的钙元素，有助于增强植株细胞壁，让香菜长得更加健壮。第二，调节酸碱度。鸡蛋壳在水中分解时，能够对水的酸碱度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，为香菜创造更为适宜的生长环境。第三，增加透气性。蛋壳碎片放在水培容器中，可以增大与水的空气接触面积，改善水的通气状况，有利于香菜根系进行呼吸。同样，我们还要保证香菜有良好的光照和充足的水分供应，以此促进它的生长。其实用空水瓶种植香菜真的是非常简单，只要掌握好温度、光照、浇水，就能让水培香菜长得又快又好。若想要香菜又嫩又绿，有条件的话，在其生长期间一定不能缺少氮肥，建议使用氮肥含量较高的复合肥或者有机肥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水培香菜的方法。如果你也喜欢吃香菜，快回家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